充保费。哦，什么叫补充保费？现在是说你如果收到22000，2万块，你就要交2.11%的补充保费。对。哦，所以呢，这个那本来，但是有人就把它化整为零嘛。哦，就是说，假定说我收到2万，我就把它分成5000，就不用交，或1万就不用交了嘛。但是呢，这个卫福部说，哦，这样子化整为零，投机取巧。所以呢，要跟你1年加在一起算，1年你就很麻烦了。你就算一次领2000，10次就2万了。所以2000的小钱，某一次领2000，不知道收什么，交什么钱嘛，2万就要交了哈。所以呢，这个卫福想搞这东西哈，所以这样的话，1年大概可以健保多收100亿啊。然后股利啊，也是股利啊，股利也是把你加起来整年收多少股利？你说哎，我现在收点股利，可能钱不多嘛，就不交，累积起来就多了。哦，整年算，那这样的话牵涉到说有400多万人啊，那结果呢就引起民怨啊，而且民进党立委也受到很多的抱怨哈，所以呢赶快中午发布了，说晚上就停了啊。那另外呢说总统太指示的哦，说这有争议，既然有争议呢，就要停止下来啊，所以喊卡了，改革喊卡，卫福部长刚上任啊。那另外呢，行政院这是不是行政院打脸卫福部呢？哦，说还在研议，还没有决定，不会为难小资主。这行政发言人说，我们不会为难小资本啊，这赚一点小确幸啊、小钱啊，不会为难你们了，不会就瞌睡磕到你们了啊。那另外呢，卫福部长说，我这是我的想法，我也没有不沟通啊，都有在沟通啊，这就是沟通嘛，不同意就算了嘛，那因为反弹声浪很大，因为你牵涉人很多，几百万人，这不是很少的人嘛，所以呢，卫福部说，我们会寻求更周延、更有共识的做法啊。那另外呢，高层生气说，我也不知道事先哪有沟通，我看报纸才知道他们是要这样改革的，没有事先跟我讲啊。那这个原来就是说这个补充保费化整，我一定要把它一次解决。那行政院说反对。那原来这样想法呢，会影响480万人光股利所得就占补充保费大概20%，除了股利还有其他的各种收入嘛那存款族反对，小资族反对那另外呢，这个原来是2027年就要上路了，现在暂缓，所以他们说要再跟财经单位协调，看看怎么样能够追求公平负担，这个永续经营，让健保能够永续下去因为健保的确有问题，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看病比较多嘛，年轻人越来越少，交保费的越来越少，这蛮麻烦的原来我早几年我看1年6000亿很多了，后来现在变成8000亿、9000亿，快上兆了，就健保的负担也很重那说呢，他们原来想116年就上路，股民就怨说再惩罚长期投资人，我们股票慢慢长期投资也不行那另外呢，施教老师说，经济好的人就多交一点嘛，网络也不爽，你是共产党逻辑是怎样这跟有钱人有仇那所以有人说要他下台，施教老师说去留不在我心中，我只想把事情做好然后下台就下台，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呢，说原来民进党自己说他是最会沟通的，现在变成最会转弯的，包括前一阵子那个台肥董事长也是一样，突然就转弯了我们看一下。我昨天晚上一直就接到很多人给我的讯息那经常收到的都是给我们亚兄弟。出席研讨会，话中有话，卫福部长石崇良抛出2代健保改革构想，鼓励达一定门槛利息就要收保费，需要更多的讨论跟社会的共识，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启动啦这一个事件也是有一点偶然。哎呀，部长，你这是改口了吗？毕竟前一天中午12点半才端出修法条文，没想到晚间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暂缓具有争议规划政策7小时内就喊卡，因为传出连政院高层都是看报才知道政策，而且就怕重挫股市，金管会竟也不知情，是一个想法。那正式的这个法制作业程序呢，并未启动所以也不是说这个没有跟部会讨论，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部长意思是非既定政策，认人还没有到跨部会沟通，但就连自家立委也抱怨不知情，甚至选民抱怨电话更是接不完。我身为立委，我都觉得我被偷袭了，我们根本事先都不知道新的部长他可能比较不了解，
这样的一个重大决策的一个模式哈。厨艺的事情，包括健保的事情，所以石部长要小心哦，你的乌纱帽要小心哦。部分朝野都提到石崇良部长位置，毕竟从9月上任至今还在蜜月期。去留从来不在我心中，那么只有想把事情做好，让我们的医疗体系，包含我们的健保可以持续的稳健的发展。石部长虽语带轻松带过，但就怕成为上任后最大的政治考验。来，亮君。我想在这个健保现在财政状况这也是大家必须正视的事实啊，就是说在健保现在每年大概有900亿的缺口。那我想石崇良石部长他本身是这个国健署出身，所以我想他也深知整个对，就健保署出身，所以他也深知这个整个健保体系，包含说整个财务结构恶化的状况。所以我想他今天抛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当然你就说那整个裁员的体制要怎么样去改革？那一定是2个方向，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嘛。那开源的部分，当然现在所抛出的这个方向，民意上面有非常多的反对，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现在当然，因为这个其实都还没有定案，这个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那但是这个开源的部分，这在未来一定是得去处理的。但是怎么样的开源才是一个公平的方式？然后亦或是大家会一直讲说，到底补充保费的性质它本身跟这个健保的保险，它到底有没有实际上的关联？因为补充保费它是来自于你其他业外的收入嘛，那到底这样子的性质，它还是不是落在我们原本的健保的架构里面？如果它已经不在健保架构里面，那它是不是等于是额外多出来的税收？那这个部分又要怎么样来去定义？那如果要重新定义的话，是不是可能用另外的方式再来去回来挹注到健保里面，然后来让健保的缺口可以慢慢的缩小？所以这些事情，我想都要全方位的去做考量。那现在当然也已经这个其实没有定案，所以也不能说是悬崖勒马，而是说这个事情抛出来讨论之后，大家各界不同的杂音之后，大家还是会进到这个不管是各界的公听会，然后或者是跟各种不同的团体来去座谈。我想在立法院里面，各个党派也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家都还是会持续沟通跟讨论。这个健保的这个财务负担沉重，其实是众所皆知大家都知道说，希望可以做到这个公平负担、永续经营。那当然，这个目前健保已经是每年900亿的缺口，我当然也非常同意像亮君议员说，这个未来一定要处理啊。以往可以处理这些大刀阔斧的这些政策的时候，时间是什么？非选举年啊。但请问一下，2025非选举年，民进党身为执政党，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推动大罢免、大成功，所以必然说，这个非选举年，我们政府跟这个民代要一起努力的去改革，但今年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大罢免，让大家这个改革完完全全都不能做，所以真正延误这个健保改革的是谁？就是民进党本人。当然，这个健保可以改，但绝对不是拿小老百姓开刀。如果今天长期执政10年的民进党真心要改革健保，假设你是要对这个真正非常有钱的人超收，说不定民众还拍拍手说我挺你啊，你对这个超级有钱人超收这个所谓的一些健保费。但是很明显，现在民进党不敢得罪这些金主，所以呢，只好选择得罪包含小资族、包含中产阶级、包含这些菜篮族。那我们看到石崇良部长呢，他其实是这个事务官出身，他愿意扛起这个改革的责任。但现在呢，政策上路不到7个小时，就被选举至上的民进党泼了一桶冷水。他收到这么多的讯息，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在民进党执政党赖清德的眼里，什么东西能够比自己的权利更重要呢？什么东西能够比改革更重要呢？就是这些金主的声音。那现在这个政策出来，本来民进党还说我们是针对这个高所得的人来设计的加税措施，但现在看起来你知道这个存股族超过50万就被课到税。那这个呢，如果你每个月的兼差的收入超过1666块多的话，就是假设你去接了一个演讲你去做一个斜杠等等的，你本薪以外有一个兼差收入，政府也要跟你多加这样子的一个补充保费。还有很多一些退休族就是靠着这个存股的股利来过活的，所以大家现在都在说，好不容易普发现金1万，我们要拿到了，但是赖清德要从我们的口袋里面拿更多。健保到底该怎么办？我跟你讲这个石崇良上任之前，我见过石崇良，这不关我事我再也一个人。我为什么关心国家到这种程度？我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我看不起我自己，真的，我真的是管闲事管太多了。但是我去见了他，我跟他讨论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护理师的调薪，比如说这个健康食品的腐烂欺骗大众，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用肌酐酸来换算我们的肾脏的国情率，这引起很大的误会。这些重要的事情我都跟他谈了很久，我的看法跟他看法几乎100%吻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官，这是一个很优秀的政务官。那因为他一路走来他对很多本业的了解比任何事务官更了解、更在行，所以这次这个内阁改组的时候，他是上任之前他是评价最高分的。他现在你看他一上任没多久就建议这个要改那个要改，是因为他了解健保最大的病灶在财务不健全，所以他心所未为啊，就是说他心里头感到这个是危机，不处理不行的，他马上就处理，这我给他100分。但是呢，他其实也晓得民进党在干什么，因为民进党所有劳保也好、台电也好、健保也好，什么都是拨补，都是拨补，从来没有心要去做根本的改革，因为根本改革政权就完蛋了。拨补最没有事，因为拨补就是拔毛猪不会叫，为什么拔毛不叫呢？是因为这些要拨补的钱，政府已经在手上了。所以给那个这个缴钱的人没有感觉，所以其实说呢还会蛮厉害的。他不从根本去解决，他就是从这个补充保费。他以为补充保费这个那边抓一点，那边他还事先向这些人感谢了，他都已经感谢了。凭良心讲，如果我每年的股利有几块，12万，对不对？12万没有，那2万就扣了。不，他这扣了，他扣2.1%，就多少块？你如果拿到100万的21100啦，交税了，你只不过缴420块而已。你有2万块，缴420块，你还这么吝啬啊？我跟你讲，只要从口袋里头拿钱出来，没有一个人是慷慨的啦。我告诉大家。我不告诉大家我股利有多少，我股利你告诉大家，大家很想不是我股利很少，为什么？因为我都是靠股票赚钱，因为我不买高股利的股票，因为高股利的股票不会成长。但是如果我有股利，如果我收入有2万块钱，你觉得我起码愿意缴多少？5%，2.1%算什么？5%不痛，绝对不痛，而且我觉得是我该尽的本分。所以呢，我就说了，你是上了错误的船嘛？你的老板不挺你，你这么谦虚的一种这种皮肤的皮毛的改革，人家都不挺你了。所以你如果有风骨的话，死掉不干了，对不对？我老板都凭我这个脸上非常没有光彩就你不干了怎么办呢？你还年轻啊。到我家来，我养你。你要养多少人？你要养多少人？对，我还问你养多少人？我养了赵少康，还有余力可以养石崇良。但是呢，我回头一想，不行，这个不是我养不起，因为他如果就这样不干了其实再也找不到这一块领域头。你看过去的所有的部长都是为了做官的，非常没有原则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有原则的，想要干的都。没有办法支撑下去，那将来他的继任人选只有比石崇良更坏，对不对？所以我勉为其难养2个。就现在回来。好，所得替代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原来在职的时候，我收多少钱，薪水收入，然后退休以后，我大概拿我在职的时候多少个百分比啦，就是所得的替代嘛，那行政院说，如果你们现在停止了，那他现在每年扣一点，每年扣一点，每年扣一点，每年降一点，降一点所得替代率，那现在蓝白说要停止那如果停止了，行政院说公教的退抚基金2042跟2040前提前破产公务员跟教员会破产了没钱了那蔡英文还写说，他之所以去搞年改，是因为马英九交代我的工作。我这真好笑。马英九就想说我有交代你这个吗？马英九的时候有把那个什么
马英九交代他核电不能停，不是就是那个什么过年的那个什么东西奖金把那个扣掉，被骂的臭头了。国民党后来选举输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哦，那个陈学圣跟我讲，他们要补选桃园立委，他去摁铃啊，叫他们你来投票吧，至少没有去投，不下来啊，不下来就是不下来，投都不去投。哦，就是说陈水扁当总统都没有删我们的钱。马英九总统居然把我们的这个年金的什么那个年终慰问金给删掉了，就生气。所以说马英九会跟蔡英文交代说，你把年改去改一改。我再有点怀疑马英九会这样讲吗？哈，那蔡英文说担心军公教年金制度走回头路，说会增加破产的风险啊。那我只想就是说，马英九当时有交代你吗？也没有把公教逼上绝路啊，有这样逼公教吗？那消息人呢？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主任吧，说不要再扯马维拉了。马英九哪有交代你去搞这个停砍年金？好吧，什么意思啊？现在呢，国民党团是说，2024年1月1日起不要再调降了哦，所得替代率。民众党团说呢是2025年1月起不再调降年金所得替代率，但是呢，退休年金随物价指数累积成长要调整啊，要随着这个物价指数调整。民进党团说反对修法停砍公教年金啊，就不愿意了啊。那但是呢，国民党是希望2024就停砍2024，那民众党希望2025，因为差1年了啊，大概差1.5%啊，因为就看他提出主张的时间了啊，来主张哈。那另外呢，民进党说骂黄国昌，说你当年不是要这样主张吗？现在为什么又不主张了？黄国昌，你没有看法条的细节就来抹黑我，你要去看看法条的内容啊哈。那另外呢，这个全序部长说基金水库会更早破产，现在一个水库嘛，那水流进来少，流出越多就会破产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蔡英文这么爱讲马总统哈，那我就要告诉大家，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国考的人数哈最高曾经高达50万人，去年掉到16万人，今年掉到12万人。民进党，你是眼睛瞎了，看不到文官人才崩坏的灰犀牛疯狂的冲向台湾了吗？文官、教员都是我们国家的支柱，所以我还是要回应蔡英文总统哈。今天不是说年改不能动，所得替代率不能够下调，而是你不能调过头，不能砍过头。玉米。我不知道这个蔡英文什么时候这么听马英九的哈。那我比较记得的是，马英九有一直交代他说，这个我们的能源问题哈，我们这个核电哈绝对不能废啊，要保持这个核电的选项。那如果蔡英文这么听马英九的，怎么这一题你就又不听了呢？所以他推给这个马英九，我觉得是不够有承担力哦。讲到年改这一题呢，我真的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第9届的时候哈，民进党我们人数少，民进党在那边哦。这个很像那个推土机，就要压过碾压式的军公教，通通都要改。那当时柯建铭告诉大家什么，你知道吗？军公教劳都要一起改。结果最后改了什么？就只改军公教，劳都不用改。那他们现在说，哎呀，这个年金好不能停哦，哈，这个2042年了，这个基金就会破产。那我告诉大家，更快破产的是我们的劳保基金。还不是公务人员的，请问民进党要改吗？没有，人家发明了一个什么拨补就是改革啊，拨补就是改革，那简单嘛。我们这一些军公教的拨补就是改革，那你政府拨补就好啦。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所以我要特别要这样讲，就是民进党他在处理事情，他没有一致性的标准。你如果说所有的年金、军公教劳都应该要改，因为他们都有面临破产的问题，那大家好好来谈，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吧？不是啊，它就是政治取巧嘛。遇到劳工千万劳工的时候，敢不敢改？不可以改，为什么？跟刚健保一样啊！一改的时候，我的选票就没有了，我的政权就不保了嘛。所以他是用政权来做考量嘛。那为什么军公教一定要改？没有关系，这些人最听话、最顺从，然后这个即使影响这些人呢，这个票也比较少，所以就改了。而且他们当时改的幅度是很狠的哦，他们不是在委员会讨论定案哦，进到院会以后，他们的段宜康再加码。再砍，就是那时候他们整个对于军公教
的这一种杀伐的那个力道，其实是非常强的完全没有在考量就是信赖保护原则，什么都不考量。那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做的事情，只是把当时这个年改就是杀的力道这么强的，现在已经隔一阵子，应该回过头来看了。那再加上现在物价水准的确变高，然后所以整个应该是可以停止下来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讲的是有道理的事情但是呢，民进党他现在拼命又在创造什么？就族群之间的这个差异，他就说，哎呀，劳工才领多少钱，你军公教领多少钱？讲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军公教他们自己拨补，他们提拨率是比较高的。像公务人员，他们几乎要提12%，那劳工的部分其实提拨是比较少的，就是那个基础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就故意这样子比，就是创造那个剥夺感，然后要让劳工朋友呢去厌恶军公教，说你们这个其实领太多。大家记得吗？当时他为了改军人的时候，他们的政论名嘴连军人是米虫通都讲出来了，是这样子来践踏我们军人的尊严为达到改革目的，不惜践踏军人的尊严。所以我觉得过去的民进党他在改革过程当中去污蔑军公教，他们其实应该要道歉。那现在国众两党在做的就是让这个停损，就是不要再往下砍了，就是给他们应有的尊严，而且应有的保障。是啊，我们到今天非常遗憾看到《自由时报》还用非常大的篇幅在说年改走回头路，我们就具体的说年改有没有改？有改。年改有没有走向回头路？没有。但是是不是应该适度的检讨？是的，因为如这个玉明委员所说的，其实年改已经改了9年。原本呢，行政院的版本也是1年调降1%。这个所得替代率1年调降1%，可是段宜康他的版本一下子1年就砍掉1.5%，所以呢，走下来走了这么多年以来，现在已经被砍掉了9%。也就是说，如果你年资呢是在15年的话，现在从45% 砍到剩下36%。那如果年资到35年的这些公教人员呢，从75降到了66%，所以他们所得替代率的确是降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初说好了是军教，还有呢劳工，全部都一致的改革，但是呢，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政院或者是甚至铨叙部，竟然呢一直在那边用一些非常错误的数字来恐吓这些军公教，包含他们说什么？他们说马上就要破产，会提前破产。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府都不拨补，政府这几年来拨补了劳保基金5170亿元，让劳保的水位从5000多亿，现在已经飙到了1兆多。然后他们说他们的财务非常的稳健，然后呢再来说这些公教的退抚基金呢，这个财务非常非常糟糕，而且呢随时都可能会破产。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拨补，他们这3年来拨补了300亿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落差之大。可是呢，军公教他们其实军人的部分比较没有，但是公教的部分他们在救治也没有继续帮他们拨补，而是用他们砍下来的钱，等于自己拿自己的血来书写，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说一致的改革根本就是在骗人的。然后到现在还在操作这些世代对立跟职业之间的对立。我们非常不忍的是，这些公教人员他们过去是非常非常配合改革的，可是到现在还在污名化他们。事实上，所得替代率的概念是什么？是要保障这些退休人员在退休之后还有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甚至不用太好生活，是基础的生活。结果他们现在竟然要砍到见血，刀刀见骨。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说，他再砍下去，他连棺材本都没有了。我们真的要让人民过着均平的生活吗？我最后再讲一个，其实看到前2天的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民进党不用喊那么大声，你们去看看你们自己民进党委员出席的状况，有委员根本就不来，然后呢，他要被党团罚钱，在所不惜，因为他自己有教师的背景，他知道这些教师人员还有呢这些公务人员这么大的流失，对于国家的基础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所以这应该要整体来评估，不要再去污名化这个在野党想要改革的决心，也不要再去污名化这些公教人员。我跟年轻的关系啊，比黄以明委员起来，我的更加深切，完全是切身的感受。你那时候还有帮我们上课。爸，你要知道，今天蔡英文出来讲这些风凉话，去证明这口述历史的不可靠。那他就选择要跟他有利的讲了一部分，那然后其他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你晓得这个年轻改革表决的是前一周啊，凯达格兰道上是充满了劳团的扎营的帐篷啊。我是奉副总统的召，那时候的副总统是年金改革的召集人，他找我越过铁丝网，从总统府的后门进去，跟他一对一谈。
我跟他详细谈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说：“沈委员，你的建议，我觉得你现在只剩下一关，那一关的那一个人如果点头了，你这个就过了。”结果呢没有过，所以呢，阻挡劳保的改革的就是蔡英文。他为什么不敢改呢？因为劳保是很不容易改，1000万劳工啊，你要不要票？因为人多，而且票很多是绿的，而且呢，资方不要改。因为资方现在久的时候，你一改，资方的缴的钱马上上去了，劳工多了，劳工也不要改，因为劳工缴的钱相对是低的，所以劳工不将来就要交了嘛。政府更不要改，因为政府负担的部分也要上去，所以没有一个人要改，大家宁可得罪下一代的子孙，而不敢得罪现在的广大的劳工。那为什么一定心心念念要改这个军公教呢？因为军公教人数少，因为军公教的债务相对轻，而且军公教领的所得替代率比较高，还可以有砍的余地，所以呢，军公教就砍了。而且军公教这个绿营的计算的结果，票不在军公教，所以就砍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想，几年以后，现在蓝白说要停止砍。其实也有选票的考量啊，当然是这样。我跟你讲，基本上蓝白在这一次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情投意合的？因为那个民众党基本上跟国民党的看法是不太一样，所以他最后勉强只用了一个差一年来凸显自己的不一样啊。结果就要不然呢，如果民众党坚持自己的看法，蓝白合在这个法案就完了，你知道吗？所以一样丢脸。不要王八叫乌龟啦！不，基本上是这样了哈，就是说我们要改啊，不停下来检讨啊。基本上这些保险，包括什么劳保、健保、公保、军保各种保，是都有问题啦。对，有问题，因为大家又活太长了嘛。以前65岁退休，70岁大概就挂了，能活到70岁都不容易啊。平均年龄都才几岁，所以没有关系，我就给你3-5年退休，给你好一点，你就走了嘛。现在，所以你活到现在，你不觉得惭愧吗？现在台北市，我们一起来自杀好不好？台北市是86岁平均啊，台北市，台湾省是80岁啊，而且还在往前走，100岁以上的现在就5000多人了。好，所以当然这个保险就会负担很重。你当时没想到嘛？但是问题是，这个大家都知道，问题是信赖保护原则是很重要的嘛，对不对？比如说老沈，我们很多同学，都当教授，对不对？那当时我没有选择到学校，那如果选择到学校，我现在后悔死了，对不对？他当时为什么选去当老师或者当公务员？很多就考高考，他就认为说，也许我薪水没那么高，但是我一辈子有保障嘛。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嘛。如果他知道这样，搞不好当时就不选择当公务员，不选择当教授，这就叫信赖保护人，你答应人家的嘛。你再怎么样，你是答应人家的嘛。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教授最惨。为什么？因为他拿到学位都年纪大了嘛，然后呢，他们按照那个服务年限，知道吗？所以我很多教授朋友现在蛮惨的蛮惨的小学老师有时候还好，是因为他18岁可能师范学校毕业，他就去当老师，师范就可以去当老师了，非常好，所以他时间长嘛，他服务的时间长嘛，比较长。那这教授拿到博士不30岁，有30出头。我在芝加哥大学光拿个政治学博士念了10年都拿不到那个博士，拿到以后去学校教书时间没多长，现在砍他所以基本上还是啦，我还是讲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啦不管是各种保都是问题啦但是你不从根本解决，只想这样头痛医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了。休息一下再回来。